上回说到，草帽一伙偶然从打捞队人员海贼团上得到了永久指针，目的地直指加亚岛。于是他们改变了原本去往空岛的计划，暂时将目的地定在了加亚。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看来加亚岛与干燥酷热的阿拉巴斯坦王国不同，应该是个气候不错的岛屿。乔巴惬意地闭上眼，感叹道：“春天真是个好季节。”话音刚落，梅利号正上方的3只海鸥哀嚎一声，掉落到了甲板上。乔巴吓了一跳，立即上前查看，海鸥的身上都嵌入了冒烟的子弹。乔巴惊呼：“海鸥被枪打死了！”乌索普表示怀疑，如果是被枪打死的，怎么没听见枪声？而且目光能看到的范围内根本没有小岛，也没有船。难道枪手是从更远的地方射击出来的？那得要多厉害的势力，多大本事的神枪手才能做到啊？乔巴一脸怀疑地看着远方的海平线。此时此刻，在梅利号正前方很远的一个小岛上，一个狙击手放下了手中的喇叭筒狙击枪。真可怜呀，一定很痛吧？有一只还有一口气。不过那也算你运气好，算是对你每天飞行的赏赐。这里是加亚岛的魔古镇，充斥着暴力和赌博，海贼在这里横行，无人管理。这里是杀戮者和罪犯的天堂，心狠手辣之人在这里总有一席之地。镇上有几股最有名的恶势力互相交错，臭名昭著的悬赏犯罗西欧，悬赏金4200万贝利，就在刚刚被悬赏金5000万贝利的猎狗贝拉米一招干掉。海贼船惨叫声和拳打脚踢的声音是草帽团登陆这个岛首先接收到的信息。这个岛屿可不如海上的气候那般美好舒适，处处都透露着杀机。路飞和索隆很兴奋，船一靠岸立刻登岛调研。娜美担心他们两个惹麻烦，赶忙跟了上去。罗宾早已不知去向，乌索普和乔巴躲在甲板上瑟瑟发抖，哭着喊着求山治留下来保护他们和梅利号。街边巷角到处都能听见酒瓶破裂的声音和殴打的声音。路飞向娜美许诺，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会打架闹事。娜美将信将疑。三人走着走着，看到一个满脸病态的大叔躺在路边。大叔一脸痛苦，恳求路飞三人把自己扶起来。索隆很无奈，招呼路飞直接把大叔丢在了他的马上。大叔自称体弱多病，接着一脸奸笑，拿出一篮苹果招待路飞和索隆。索隆提醒路飞：“你看过白雪公主的故事吗？陌生人的苹果不要吃啊！”路飞一口咬了下去。路边突然传来爆炸声，有人喊道：“刚有个奇怪的人送了苹果，房子里5个人都被炸死了。”不用说，这个奇怪的人肯定就是眼前的大叔，但路飞已经把苹果咽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大叔奸笑道：“放心吧，要是中了的话，第一口就死了。你运气真好。”三人继续往前走，看到那个自称冠军的疯子在四处找人打架。路飞和索隆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要不是娜美的属性压制，二人又要和别人干架了。走着走着，三人误闯了一个海上度假别墅旅馆，店家一脸畏畏缩缩，恳求路飞三人离开，因为这个地方被岛上最霸道的恶势力贝拉米一伙给包下来了。如果让贝拉米的人发现他们3个人闯进来，后果不堪设想。这时，一个中分头精神小伙拦着精神小妹走进来，一脸嚣张的屌样，驱赶路飞三人赶快离开。路飞一见这种人就不爽，求是娜美可不可以把这种人打飞。精神小伙一听有人要打飞自己，笑了，丢了一堆小钱在地上，拿上钱滚蛋，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再出来吧。一边的精神小妹语气刻薄，干嘛要拿钱给这种人呢？娜美和索隆气得直哆嗦，只有没心没肺的路飞一脸天真。贝拉米一伙地痞都聚在这个旅馆内，他们也算是道上混的人，知道路飞一伙是海贼。可惜岛上好像不通网，信息太过封闭，他们没看过路飞新的悬赏令。拿着路飞3000万贝利悬赏金的通缉令大声嘲讽，却不知路飞现在是价值1亿的海贼，能打10个贝拉米。让你读书，你非得混社会，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路飞三人找到一个酒馆，好在巴特酒保是个正常人，看到娜美气呼呼的样子，酒保已经是见怪不怪。他告诫娜美，这里聚集的都是穷凶极恶的家伙，是非很多，正常人在这里是稀有动物，最好的办法就是待上4天，存满了记录指针之后马上离开，别招惹任何人。娜美开口想问问酒保关于空岛的情报，这才是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结果路飞和他身边的一个大叔杠了起来，眼看着就要动手了，大叔突然嘿嘿一笑：“你是海贼吗？”路飞爽快承认。大叔又问道：“赏金多少？”路飞脱口而出：“3000万贝利。”大叔脸色拉了下来：“就凭你3000万，怎么可能？”此时路飞还不知道自己的悬赏金已经涨到了1亿。酒保见事情不妙，立即打包了大叔的食物，驱赶大叔离开。大叔是离开了，结果来了个更讨厌惹麻烦的人，那就是地痞的老大猎狗贝拉米。贝拉米带着小弟们走进酒吧，一群人极其嚣张，说动手就动手。酒吧里无人敢惹，贝拉米走到吧台前，让酒保拿出最贵的酒，顺便给路飞续杯他最喜欢的饮料。路飞还很高兴，原来你是个好人啊。贝拉米趁路飞放松警惕，按住他的脑袋，直接砸碎了桌子，说他是猎狗贝拉米，不如叫他疯狗贝拉米。
索隆见状，立即把刀抵住贝拉米的脖子。娜美慌了，他们登岛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探空岛的情报。如果真的打起来，他们恐怕无法在岛上待下去，情报自然也落空了。娜美见路飞也要动手了，赶忙扑在吧台前问酒保：“大叔，我们要去空岛，你知道相关的线索吗？”此言一出，刚刚吵闹的酒馆里立即鸦雀无声，所有人瞪圆了眼睛看着路飞三人。十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全场哄堂大笑，好像听到了什么世界级的笑话。他说想去空岛，饶了我吧。娜美一脸懵逼，记录指针明明指的就是天上啊！大家笑得更欢快了。你怎么知道不是记录指针出问题了？贝拉米扯了一把椅子坐下来。你们总连这种老掉牙的传说也相信呀？天空上有岛屿，你们是上个世纪的人吗？看来你们都没听说吧？被上冲海流吞噬的船只会被推到半空中，再直接整艘船掉到大海里。不知情的古代航海家看到船只从天而降的异象，就凭空想象出天上有个空岛，说什么天上一定有另一个世界，太愚蠢了。每一种现象都有它的成因，真是败给你们了。我本来还想测试你，让你加入我的队伍，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妄想症。贝拉米看着路飞笑道：“听好了，海贼怀抱寻宝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黄金乡、翡翠之都、大秘宝、One Piece， 笨蛋们被寻宝梦骗得团团转，才会忽略了眼前的利益。我只要看到追逐寻宝梦的笨蛋就很不爽。”贝拉米突然攻击，一拳将路飞打倒。海贼里有你这种窝囊废，害得同样是海贼的我们水平都被拉低了。酒馆里的人们一边丢酒瓶过来，一边大声嘲讽。娜美见状，赶快让索隆出手，否则他们很可能就要躺着出去了。路飞突然开口，索隆沉默听令，二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酒馆里的地痞们殴打和羞辱。娜美又气又急，为什么你们不出手？贝拉米的手下嚣张地说，因为他们知道根本打不过我们。贝拉米更是直言，因为你们就是废物。一个不起眼的小孩就让海军开出3000万贝利，还以为是个多了不起的人呢，真是让人扫兴。这种懦夫我还是第一次见。贝拉米一口酒喷在路飞的身上，命令手下将路飞等人丢出去。手下们一顿拳头脚踢，把路飞和索隆打得浑身是血，倒地不起。贝拉米开口提出买下娜美，娜美沉着脸，像你们这种不入流的海贼团，我看不上。贝拉米凶道：“那就带着2个废物滚出去，趁着他们还有一口气儿。”娜美拖着索隆和路飞离开酒吧，身后传来一阵阵谩骂声和酒瓶摔裂的声音。娜美心中憋着一口怒气，突然从旁边传来一个声音，让娜美猛然愣住。刚刚和路飞差点动手的大叔坐在路边，一边大叫樱桃派，一边哈哈大笑。你有什么不甘的？刚刚那场架是他们赢了，你骂起人来很有气场，是个有胆识的女人啊！这一刻，路飞似乎看到了香克斯、艾斯这些站在海贼圈制高点的人物。路飞和索隆拍拍衣服，站起身，看向大叔。那些家伙说什么新时代是狗屎，什么海贼寻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周围的人都嘲笑大叔是个疯子，大叔毫不在意。路飞站在原地，久久望着大叔。此人正是艾斯追杀了很久的黑胡子马歇尔蒂蒂奇。黑胡子拿起酒瓶，转身离开，希望你们能到得了空岛。路飞三人回到船上，乔巴和乌索普吓了一跳，立即给他们包扎。乔巴随口问道：“空岛的情报打听到了吗？”空岛，娜美的火气噌的一下窜了起来，乔巴吓得哇哇大哭。这时罗宾购物回来，娜美一看到罗宾更来气了，都怪你说的什么空岛，害得我被嘲笑。要是没有空岛的话，我就把你踢海里喂鱼。罗宾默默地回到房间，一张地图递到路飞的手上。乍一看，这是一张普通地图，其实里面另有玄机。他们目前所在的这个蘑菇镇只是加亚岛的一半，在加亚岛的另一半住着一怪老头，被加亚岛的居民所排斥。他的名字叫做库利凯，因为大谈梦想而被驱逐。路飞看着地图发愣，决定去找这个库利凯谈一谈。不过要到达另一边的岛，就要通过一群海神恶霸的地盘，他们自称是猩猩海贼团。船长猩猩人小绿一看就是和之前的小黄一家的，他自称是为了要代替克拉克达尔成为七武海的人。要说我这人有什么特长，那就是头发特长。路飞脱口而出，蠢死了。大猩猩船长怒了，总之你要过此海，留下买路财，没有买路财，大海变血海。大猩小绿操起麦克风，一招暴虎怒吼，强大的音波攻击将本来就千疮百孔的梅利号撕裂，已经布好的破损处破开。南北赶忙下令全速前进，逃离音波区域。蘑菇镇某个酒馆，老板到处跟大家说，有一个能变出很多小手的奇怪女人，撂倒了198的打手，逼他说出库利凯的所在处。库利凯是众所周知的疯子，大家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找他，大概是为了金块吧。一边喝酒的贝拉米突然开口，告诉我那个老头子在哪儿，我也很想会一会他。